回到呆萌财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困扰投资者数十年的悬案，一场由两张看似矛盾的图表引发的世纪大对决——黄金 vs 标普500。一边是古老的价值象征，另一边是现代资本市场的巨头，究竟谁才是更胜一筹的投资选择呢？答案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也更精彩。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第一张图。这张图广为流传，源自投资大师杰里米·西格尔的畅销书《股市长线法宝》。他向我们展示了长达200多年的各类资产投资回报率，结论非常震撼。股票以 6.9% 的年化回报率傲视群雄，而黄金呢，仅有可怜的 0.64%。就连价值投资之父巴菲特的导师格雷厄姆也在其著作《聪明的投资者》中表达过类似观点。格雷厄姆说，黄金没有生产力，属于投机资产。股票代表了企业的内在价值，长期稳赢。听起来黄金似乎可以直接出局了。看到这里，您是不是觉得黄金根本不值得投资？但是别急着下结论。当我们看到第二张图时，整个故事似乎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张图来自大名鼎鼎的彭博社，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如果以黄金来计价，自1957年8月以来，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竟然几乎为零。是的，您没听错，与黄金相比，标普500在这半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带来更多收益。这就奇怪了，两个权威来源，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黄金究竟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是隐藏的扫地僧？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揭开这层层迷雾。而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就藏在2个词中：时间段和比较对象。彭博社的图反复提及的关键年份1971年，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答案就是尼克松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全球主要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则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兑换黄金，这就是著名的布伦顿森林体系。这让金价几十年纹丝不动。然而在1971年8月15号，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单方面终止美元按照固定关价向外国央行兑换黄金的承诺。In recent weeks, the speculators have been waging an all-out war on the American dollar. The strength of a nation's currency is based on the strength of that nation's econom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by far the strongest in the world. Accordingly, I have directed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o take the action necessary to defend the dollar against the speculators. I have directed Secretary Connally to suspend temporarily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dollar into gold or other reserve assets, except in amounts and conditions determined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monetary stability and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实质上关闭了黄金窗口，这一历史性事件宣告了布伦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与此同时呢，尼克松还冻结工资物价，征收 10% 的进口税，试图对抗通胀和经济危机。是不是有点像2025年的关税战味道呢？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金价像脱缰野马一飞冲天。我们在004期的大神哈里布朗在1970年准确预测到了这一点。明白了这个历史背景，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像西格尔教授那样统计超长周期数据时，其中包含了金价被人为压制在35美元长达数十年的时期。这样算下来，黄金的平均回报率自然就显得非常低了。
统计学选取时间段是最重要的科学，脱离了历史背景的统计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那么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1971年这个分水岭之后，黄金和标普500的表现又将如何呢？假设我们在1971年分别投资100美元到黄金和标普500指数，持有到2025年4月30日，结果绝对让你大吃一惊。1971年投入黄金的100美元，到了2025年4月底会增长到惊人的7620.40美元，累计回报率高达75倍，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8.38%。 那么标普500价格指数呢，同样的100美元会增长到 5648.10美元，虽然回报也很可观，累计55倍，年化 7.8%， 但在过去这54年里，单从价格增长来看，黄金竟然跑赢了标普500。看到这里呢，您是不是觉得彭博社的图表似乎更有道理了？至少从1971年开始，单论价格，黄金这位老将确实给标普500这位新贵上了一课。但是呢，等一下，我相信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在屏幕前大喊了，股息呢？股息如果再投资呢？没错，这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标普500指数代表的是一篮子公司，这些公司很多都会将一部分利润以股息的形式分配给股东，因此要全面比较，我们必须引入总回报指数，也就是 Total Return Index。 那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这一次加入标普500总回报指数，也就是把所有的股息都进行再投资。奇迹发生了，同样是1971年投入的100美元，如果投资于标普500总回报指数，到2025年4月底将飙升至令人难以置信的11280.90美元，累计回报率接近112倍，年化复合增长率高达 9.20%。 剧情再次反转，当我们把股息这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呢，标普500终于扳回一城，并且以每年大约 1% 的优势，在1971年后的整体表现中略微领先于黄金。其实高频分红是很多投资者的最爱，但是分红后您会坚持再投资吗？这也是统计样本问题。能坚持长期投资标普500更接近普通投资者的极限。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杰里米·希格尔和彭博社从他们各自的统计口径和时间范围来看，其实都没错。希格尔教授着眼于100年以上的超长周期，其中包含了金价被锚定的特殊时期，因此股票的优势尽显。而彭博社则截取了1971年黄金松绑后的数据，如果仅仅对比价格指数，黄金的确表现惊艳。真正的启示在于，统计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您选择的起点，您纳入的变量，比如是否包含股息再投资，会极大的影响最终的结论。投资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深度，只有基于特定前提的分析。理解这些前提和方法论，远比记住一个孤立的结论更重要。标普500还是那个 S&P 500，但衡量的尺子变了，尺子从美元换成黄金。相比现金的大幅贬值，黄金自然被抬高了。那么看完本期，应该没有人认为黄金真的是没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了吧？至少从1971年之后的数据来看。而标普500无论是价格指数还是总回报指数，是否依然是强大的财富创造机器呢？答案也同样是肯定的。黄金作为投资组合的构成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0087里也回测过极端 50% 比 50% 配置黄金标普的组合。当然，
黄金自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的暴涨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它也经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飙升，也遭遇过令人心惊胆战的暴跌。但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将要为您揭秘的精彩内容：黄金暴涨与暴跌的惊魂时刻。科学叙事财经，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对于黄金与标普500的这场世纪之争，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